我跟他认识1年多了，之前我们的感情特别好，他恨不得24小时都黏着我。那段时间觉得他特别的烦，但是我现在挺怀念那种感觉的。我之前对他那么好，可是他一点儿都不知道珍惜，还跟别的女生搞暧昧，他已经触碰我的底线了，我真的不知道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。那件事根本就是一个误会，我怎么跟他解释，他都听不进去。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他才可能原谅我。接下来，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恋人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赵，24岁，来自福建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陆，25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模特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认识的？他在唐山工作，当时的时候就是他们公司搞活动，我去那儿做礼仪，他就留了我微信，然后后来就一来二去的聊熟了嘛。啊，后来呢？怎么样了？好像之后就变了是吧？一猜就是这样。后来他老跟别的女孩玩暧昧，我就受不了了。啊？没有跟别的女孩玩，这是公司同事。他做钢铁销售做得好好的，他不做了，他去酒庄那边做销售。因为红酒那边平台现在更适合我，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脉。那你怎么不说你在酒庄那边有那么多美女啊？那只你是想交同事啊朋友吗？那只是同事，我想交同事，朋友。他们对你那么好，还给你买水买饭的。那是因为他们看我中午在跟客户谈事情，然后我没有吃饭，他们顺便也就带了一份饭给我，只是同事关系。你没有女朋友吗？你需要让他们给你送吗？我可以去啊。是，你可以去。我上着班，你天天给我打电话、发微信，9点上班，你从9点打电话打到下午5点，你认为我能好好工作吗？那不是因为刚开始我们两个就特别好，天天黏一块儿。后来他工作特别忙，我也开始忙了，活动也开始忘记，总也看不见他。那我不适应想他，我只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。姑娘，你们谈了多久了？到现在为止1年多点了。你家是唐山的对吧？对。你带他见过你父母吗？他不跟我去。不是我不跟你去，是现在时间不合适。你认为我现在以什么姿态去啊？我一个外地人在唐山，没有车没有房的。那你告诉我什么时间合适？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。至少奋斗出一定的资产的时候，然后我可以去很光明正大的跟叔叔阿姨说，把他们养了20多年的女孩放心的交给我，而不是我现在以这种身份去。你认为他们现在去了以后，他们能同意吗？能放心吗？而且现在咱们感情这么不稳定，天天吵架。朋友圈你还发跟他们的合影，你还搂着那女的。那是公司酒庄做活动，所以我才搂着她。你朋友圈从来没发过我的照片。你现在认为我能发咱们俩照片吗？我现在红酒这边事业刚起步，我就成天发你跟我的照片，客户看到了什么反应啊？哎，小赵一点都不努力工作，一点都不专业，每天秀恩爱，公司有在红酒上工作上吗？那你也不带我回家看你父母？咱们感情现在这么不稳定，怎么带？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现在感情不稳定，为什么呀？我不想跟他吵架，我受不了他跟别的女生走得近，而且那些女的真的对他有意思，他就是不承认。人家对我有啥意思啊？只是同事关系就有意思了啊。那次是的，有一次我们去那个 KTV 唱歌，我手机没电拿他手机打电话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我看他那个聊天记录特别干净，那不可能，你就不可能没有聊天。然后我就给那个跟他走近的那几个女的我发短信来着，我就拿他微信发了一个亲亲的表情。然后这回紧接着我就说我发错了，发给我女朋友的。本来没什么，你要没事的话，他也不会有什么。但是紧接着就有一个女的给我回过来了，她说那个你又新搞的。当时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。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一个女孩回过来了，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那只是我朋友而已。我什么都得跟他们交代一声啊！跟你吵架了，我得交代一声。哎，我跟那个我女朋友吵架了。不太一样，这个事儿有点说不通，我不问了啊。姑娘，我问你，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不离开他呢？我离开他了呀，是他说不想放手。啊，他还不放手，你们俩就又好了？没有，我就想让他跟我承认，他真的就是说承认你错了，你就是错了。我没有错。你能不能改？我是工作关系。那次呢？10月1号的时候，我让你陪我逛街，你说你工作忙，我真的不是说故意说无理取闹，你忙可以，你工作我让你去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在商场里看见你跟别的女的在一块吃饭呢。是你总说我误会你，我怕我误会你，我就没有当时过去，我就跟着他，我跟了他一路，结果就发现那女的挎着他胳膊手挽手的那么走。你说你们两个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能信吗？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跟谁在一块儿？他说他跟老板应酬，特别着急就给我挂了。
然后我就走过去，我跟他对峙，然后他身边那女的，你猜谁？就朋友圈里他抱着那个。你对峙就对峙，你为什么拿包砸人家呀？我砸他怎么了？砸他算轻的，一回两回了，是不是？我没你这赶上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就是约会很多次了，没你俩在一有起多久了？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听我说完这个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听我解释这个问题，你能从头到尾听我解释这个问题啊，吗？姑娘，先给你提示啊，包砸错人了，该砸的是他，不是那女生，搞清楚啊。其次提醒你，我们一起听下面的故事，听完以后咱们再说。来解释吧，我们听，我们愿意听。当时我们也要是求他听，当时是因为11红酒搞销售，然后我们红酒有2个组比赛，然后我们组跟他们组比赛就为了给自己增加点压力，为了自己多卖一点嘛，增加销量。然后我们组当时卖了30多箱红酒，但是他们组比我们卖的更多。然后输的那方要给赢的那方答应赢的那方任意一个要求，然后他们那边的小组成员就起哄说要我当那个女的2个小时的男朋友，但是那个女的也有男朋友，而且我们真的没有什么，也就当玩呗，也没想那么多。那如果当时让你吻他，你也吻吗？你想听实话吗？实话。我更想他是吻，知道吗？你就是一人渣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已经跟他分手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有3个月没联系了。啊，那这几天来干嘛呀？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呗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又来了？他说他放不下我，他说他知道错了。我只是想跟他解释清楚。今天你是来解我真的是释的，我真的是工作关系。哦，那就说你们已经分开3个月了是吧？你今天来干嘛呀？都分开了，听解释的，还是心里还有他呀，姑娘？说实在的，就我认识他这么久了，我对他真的特别好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都一个人惯了，我都基本上没有谈过恋爱。然后认识他以后，就是突然间说一个人你没谈过恋爱？哦。然后突然间一个人变成2个人，感觉特别温暖。他会陪我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影，然后一起逛街，就真的特别适应了。只要我看到的东西，我都买2份；只要我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会想着他。然后我会中午的时候买菜过去给他做饭。我觉得我对他好，我愿意，因为说我喜欢他，我愿意给他做这些，我觉得他特别幸福。但是没想到他做这样的事儿，就真的已经触犯我的底线了。他还不承认，到现在他都不承认。那你希望他承认什么呀，姑娘？我想知道他到底跟那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是，你知道以后你打算怎么决定啊？无外乎有几种嘛。最坏的一种就是他跟你期间跟那个女人，也有交往，或者叫出轨吧。我们先问问女生的态度啊。如果你对面这个男生真的出轨了，你愿意原谅他吗？因为毕竟也付出这么多了，原不原谅吧？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是他必须得改。他要说他改，你信吗？你们分手这2、3个月还保持联系吗？没有，一直没联系。你不是想跟他好，怎么不联系呢？我有给他发过信息，他不回我。哦，那女生好奇怪，那按理说就应该忘了，是忘不掉是吗？是因为他是你第1个男朋友是吗？我付出太多了，真的。啊，有点不甘心是吗？不甘心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他愿意改，你还可以接受他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这2个多月不跟他谈呢？他都不承认错误，也不说他改呀。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说，其实对你来说，你要的是一个真相。至于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了这个真相，你才能判断是不是要跟他继续交往，还是说不管真相是什么，你都愿意跟他继续交往，姑娘。我需要听真相，需要让他告诉我他怎么想的，他能不能改。然后我好乱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说真相吧，反正人家说了可以原谅嘛，只要改就行。我真是跟他玩游戏。不是，那你们要玩游戏的话，我的理解说要真这么玩游戏，其他组员应该在周围看着呀，要不然这叫什么游戏啊？就是别编了，你觉得这说得通吗，兄弟？你这2个多月离开他了，是不是轻松了一些？因为没有人烦你嘛。轻松是轻松了，但是感觉少了点什么，身边少人照顾。不能说照顾吧，就是照顾嘛。少了。我听这姑娘说她给你做饭嘛，还收拾屋子是吧？啊，少一保姆是吧？不是保姆吧？那是女朋友。哎，对，兼保姆，或者保姆兼女朋友，还不用给钱，你看多好，是吧？姑娘，你现在知道真相了吗？
那你告诉我真相是什么？我感觉问题其实在他。哦，哈，哎，你们来吧，这么糊涂的姑娘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问男孩，我刚才听到你在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你的表情，和你说你跟那个女孩做游戏的时候的表情，我明显能感觉得到，当你说做游戏嘛，玩一玩嘛，你好享受的。我不能理解你那种享受，但是我只能感觉到你的确觉得那种生活还是你不想放下的。因为每个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追求爱情的一种方式，不一定对别人负责任，但至少忠于你自己的需要。所以你可能更需要的是现在还要好好的玩一把，还要刺激一下，可能还要追求一些新鲜的事情。但是对于你的女朋友来讲，她可能更加追求的是一种安稳的生活。如果真的要你踏踏实实放下心来过安稳的生活，我真的怕你过不惯。因为那种生活不仅是像你说的，你需要赚钱买房子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把心得踏踏实实放在一个人身上，你得为未来你的家要承担责任。很多恋人在分手的时候会回想过去那个人的好，都会觉得，哎，他是最好的，因为他用情专一，因为他对我是唯一的，不像我身边那些女孩。但是即使你再觉得他好，你给不了他所要的好的话，那这样的也是一句空话。男孩有4个字儿你听说过吗？恬不知耻。我不知道你所谓同事开玩笑和另外一个女同事做游戏，真的假的？如果和你一起玩游戏的女生知道你有女朋友，还要跟你在一起暧昧，她也很无耻。如果你的同事们知道你有女朋友，还给你开这种暧昧的玩笑，让你去犯这种错误，他们也欠考虑。如果这些都不是的话，就是你在编造谎言。而你刚才所说的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我们也分不清楚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一定要知耻，否则让人觉得看不起。请你自重。我看得出来，刚才你的笑是情不自禁的，就是想忍都忍不住。人只有在回忆美好的事物的时候，他才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。但说句实在话，刚才的那段话，从他的原文描述来看，真的是扫尽颜面。你说她有男朋友，你也想亲她，我就特别不明白，就这种事儿，为什么你还能面带笑容地把它说出来？我真的有点弄不明白。但更不让我能够理解的是，就他在那儿哭，你居然还能当着他的脸笑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底是来干什么？你是来用这段话和你的笑容来羞辱他，还是羞辱自己，还是羞辱你的那帮同事，还是羞辱那个跟你一起做游戏的女孩？本子上说，女生跟他在微信上聊了数月之久之后，在一次自己女性朋友过生日的这个生日宴会上，主动的提出了说他就是我的男友，而男生并没有准备，然后欣然接受。这太容易了，这有些称呼就那么容易轻易的说得出口呢？所以说女孩，你再想想你这段时间的感受来看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作茧自缚啊？是你把自己送上门的。你还百般的去叮嘱他，像一个保镖，像一个保姆，跟着他在一起，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他这样，我们之间有共同认识的人，就是。但是其实你早就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受出来了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为什么还要一而为之呢？我问你一个最真切的感受，刚才他在笑的时候，你在哭，你看见他笑的时候，你是作何感受？你回答我，你作何感受？我不想再看见他了。你不想再看见他了。好，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如果你能够为你的话负责，如果你这些眼泪是真的流下来了，如果你真的是为自己这段时间的付出而感觉到后悔，又或者是你找到了自己的自尊，那我们就不许多言了。就这。好，谢谢。男生，曾经荒唐没关系，今天你得意识到，
我曾经的荒唐，不为他，为自己的未来的人生跟那段告一个别，重新开始过。这大概是我想跟你说的。女生，走就干干净净的走，不要拖泥带水，不要活在情绪里，没什么，好吗？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。我会说那句话，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，这个游戏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失去你，所以说我才会说那句话。与其让你知道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你留在我身边，我认为更好，而不是说我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这个玩乐。我只是想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去失去你，所以说我才会说，我愿意用另外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来概括这个问题。而且我也不是那种享受狩猎的过程的男人。我对你好吗？你对我很好。答应我一件事行吗？你说。以后不管你碰见下一个女朋友是谁，你别这么对她了，行吗？哎，感情的东西欺骗不来，欺骗来的不是真感情，长久不了。其实爱情真的有底线，而且底线非常的高。你们好好琢磨琢磨这些事儿吧。加油吧，年轻人！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网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， 赢100元现金券，更有火车票、机票、酒店优惠券领不停。哎，好啦，那就看看女生能不能醒悟，男生在最后能不能领悟到老师们所说他的那一切。请开门。哎，这个门空的我挺高兴的。那个门空着吧，就是我说那个两面性。我既希望他能出来跟这个女孩说声对不起，好歹还表明他曾经好像用过真心。我又不希望他出来，这样至少他明白了，有些事有些做法真的是让他自己蒙羞的，所以就是很矛盾。你站在哪个立场和哪个角度你看的时候，那种复杂劲你就不用去说了。我觉得老师们批评的挺对的，当时我也是一时冲动，不想因为这件事就失去他，今后希望自己能更成熟一点，更稳重一点，然后也祝他幸福。